乔，你干嘛？就快开始了。什么快开始了？你混蛋！你赶紧告诉我！天要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。这世间我唯独爱你，自然是给你。司马乔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继承1000万遗产的姑婆，你一死，我就找几百个野男人。不会有别人，你这辈子都忘不了我。你想得美！凭什么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听言，好好活着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千山万水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就算只能化作一丝微风，缱绻在你的耳畔，我也与你相守万年。如果你不在，我何必苟活于这世间呢？司马乔，司马乔。看来，这东西是送给我的，因为我戴着正合适。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我都不会错认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你一定要活下来，你一定要活下来。曾经，我们仙府与魔域以阴阳湖为屏障，分为2地后，幸得如今的仙魔共主将2界合二为一。之后，共主又融合了灵火，法力无边，守得我们2界一片繁荣昌盛。可我听说，共主
是将他的未婚夫婿慈葬道君杀掉后吸纳的灵火。那慈葬道君令人闻风丧胆，能杀了他，可见共主更加狠辣，着实令人心生畏惧啊！哼，让人畏惧了才好啊！那些心怀异心之人，听闻共主杀了慈葬道君之后，便再也不敢生二心了呢。就是，何况共主关爱黎民百姓，心系天下苍生，这是有目共睹的呀。夫子，那您觉得哪一面才是真正的共主呢？是啊，夫子，这就得留给仙魔的百姓去评判了。老夫只知，共主为了促进仙魔融合，天下太平，的确举措良多，收效颇丰。哎呀，李兄、顾兄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让霍彦兄几位久等了。这次我们又研究出一些术法，想和大家探讨探讨。如今仙魔屏障消失，两界往来方便，你们居然现在才来？这不是想好好准备一番，再来魔域游学吗？好，咱们到我府上说。好，走，请。我们回家吧。请我家药铺。慢点啊。回去按方子抓药即可。多谢。哎，我这头疼啊。来，大娘，并无大碍，这是您的药方，还有您的抓药补贴。哎呀，我这来拿药还倒给我零食，这在之前呢，可是从不敢想之事。多谢，多谢。来，请坐。袁公主，你昨日是不是又在偷偷秉烛写公文了？袁某昨日闲来无事，便提前把这5日的公文草拟了一下。我在仙魔两界制定的规矩便是，每日40辰工作制。你们若不以身作则，如何让百姓追随效仿？按律行事。公主请息怒，袁某知错了。诸位可听到了？若是违反40辰工作制者，一律削减半年俸禄。弟子遵旨。若无他事，那便退朝吧。公主千秋。他若是如今
看到你将仙魔两界治理得如此之好，肯定很欣慰。好了好了，喝酒。红罗这国师当的兢兢业业，克己奉公。那是。都不见你与念九相会了。哼。他，人家这种大人物哪里是我能约得到的？他现在每天神神秘秘的，连个蛇影都见不到，一找他就是没时间了。哎，要不就是好好的跟我在一起，突如其来的说走就走，莫名其妙。他去哪儿了？你没问过他吗？当然问过了，人家不肯说。我看到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你说，若非他心中有愧，怎么会成天这样鬼鬼祟祟的样子？念九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前2天才跟你提亲吗？这亲，不结也罢。哎，别，我围观了2世你俩谈恋爱呢啊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帮你出气，我去说他。喝。庭燕，你做什么啊？吓我一跳。你还知道害怕呀？我问你，你最近神出鬼没的，干什么去了？申安和说你最近政务也不怎么打理，连红罗你都扔下不管了。我没有扔下红罗。红罗现在决定扔下你了，他怀疑你黑蛇出墙，派我带他跟你划清界限。红罗他误会我了，我这就跟他说清楚。啊，不如你先跟我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这我不好说。你非逼我动手是吧？我要是查到你身上有别的姑娘的气息，你完了。你身上怎么有司马娇的气息？什么？你一直都知道司马娇在哪儿？你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啊！是9年前，师祖决定要闭关炼化灵火时，他曾经就告知过我，如若是庭燕愿意为他留下神魂，我可在何处找到他？师祖自是有他想做的事情，但未曾对我透露半分。可是我们没能及时让他吃下还魂丹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是记忆全无才对，他又怎能按照先前的计划行事呢？或许师祖自然有他的法子。哎，想要知道一切，我们通过灵修，让师祖恢复往日记忆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师祖现在尚未习惯成人。庭燕，师祖现在的神魂没有办法承载过去的回忆。我曾经和他提议过，我跟他说，你可以把想做的事情一一告知于我，我会在找到他之后再告知于他。可师祖却说，即便他无过往记忆，他也不会轻易相信他人之言。我若是前往告知，反而会让他有所忌惮。他倒是知道自己的性子。庭燕，你别生气了，师祖是真的不想让你担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横竖都要担心，你还不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说，他现在在何处？他现在在人间。我刚打听过了，司马娇在这里比较残暴、好色，嫔妃还挺多的，应该是个昏君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！退下！退下！陛下，人到了。臣溧阳郡守魏显瑜叩见陛下。
臣以为，此处闲杂人等繁杂，陛下乃万金之躯，且身边只带了1名宦官，不宜在此烟花之地久留，以防万一。臣特意前来护送陛下回府。司马教还是师祖的时候，外人就说他残暴了，但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。至于好色，他现在皇位不稳，可能免不了需要姻亲来拉拢朝臣。这一世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只要他好好活着就行。陛下，不知微臣做错了何事，让陛下生气呀？你出现在此处，就足以让姑生气了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给姑当街斩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快看快看，快行了！别看了，前面的让开，别看了。这是谁呀？让开，让开！那不是他自己？都让开！那不是郡守大人吗？郡守大人怎么被自家侍卫压着？是啊。哎，人间的生死自有定数，我们就别多管闲事了。你说能当街斩郡守的会是谁？你的意思是微服私访的师祖皇帝？有这个可能。那我们如果救下他，说不定能带我们找到司马教。蛇兄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平燕，给，这是入陵让我给你带的信。你背着我先去见入陵了。入陵有说什么吗？他说，让我今天卯时跟他去看什么赤气敬天，说是很壮观的美景。那我呢？入陵有没有约我一起啊？好像没有哎，上面说让我一个人去。那现在天色看起来像6点，我是不是要出发了？是师祖啊，你来了呀！你也想起来看书了？自从我一举进入化神期，我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强了。我也开始好奇这修仙世界的构造，又正好无聊，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好看的书。那你都看了什么？我看了，就随便看看啊。松开！那你能答应我看了不要生气吗？不能。哼！看吧，我就知道你看了要生气。这只不过是庚辰仙府的那些人杜撰出来的。那师祖，您跟我说说真的呗？这上面说庚辰仙府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方，它周围还有一些外府门派，除了修仙人士居住的地方，还有魔修居住的地方，这都是真的吗？这倒是真的。多年前，魔域之主油盐作乱，司马氏族人剿灭魔修，设下仙魔屏障。自那以后，魔域之人再也无法使用庚辰仙府的灵气来修炼。你们司马氏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据说那一战打了个天昏地暗，战场变成赤地千里，原本的丘陵高山也变成旷野平原。哦，它上面还说你是师氏雍游道君养大的，说你性格暴躁，不听他劝，他就专门找了位仙者为你压制心魔，说你这慈藏道君的名号就是。太假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书啊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老板，
这书写的太过分了，我都不信呢，我没骗你。庭燕徒儿，许久未见，为师甚是挂念。我师父啊，清谷天内佳节将至，适逢你已随师祖出山，师兄弟们邀你同师祖赴宴共庆。太好了，师祖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不去。那我自己去可以吗？当然。这本就是一场为你准备的宴会，为了杀了你。少公主，您还要在这白鹿崖附近游玩吗？最近各大宫都被师祖盯得紧，月公主再三交代，您要谨慎行事。也怪初悔不争气。此时若是伴在师祖身旁的人是他，一切都会方便很多。所以我才要想办法跟师祖偶遇。如果能够讨其欢心，也许就能够帮娘亲渡过难关。可是这金山的人中，只有那廖廷琰一人入了师祖法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连那3灵根的废物都不如？少公主，饶命！少公主，不可随意放入法眼！饶是我根本控制不了这个飞鸽。奇怪，这飞鸽怎么突然停了？有人来了，那是……师祖，拜见师祖。这飞阁不错呀，是个杀人的好地方。难道师祖要在这里杀了廖廷琰？能死在我这飞阁里，算你命好。师祖，弟子愿为您代劳，不要脏了师祖的手。你就是月之宫的？是，弟子乃月之宫公主之女。你来人家这做客，把主人赶出去，会不会不好啊？8大宫和诗史，从我司马氏夺走的，不止一座飞阁。啊！你把我一个人丢这儿啊？这不是我白天看到那飞阁吗？我直接入住5星级酒店了，这景色绝了！这是给我装窃听器了吗？怎么知道我想住这儿啊？你们几大公主搞了这么大个阵仗，连一个魔域奸细都打不过，
看来八大功该易主了。师祖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，廖廷彦是魔域之人这事，你们难道不知情吗？那今日搞这么大的阵仗出来，又是为了谁？哦，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不知道师祖想如何处置廖廷彦呢？抽筋、扒皮、拆骨。我会先将他囚禁起来。这么好的福利待遇，要我在这儿住1个月，我都愿意。再以火炙烤肉体。再烤一会儿就能吃了。再把它扔进寒池里泡着。什么人间天堂？最后，被野兽吞噬，再不见天日。不愧是5星级酒店啊，这么舒服啊！那廖廷彦的尸身呢？没有尸身。如此酷刑之下，定然是尸骨无存了。区区一个魔域奸细，能死在师祖手里，也算他死得其所。滚！滚！师祖，廖廷彦虽然犯下大错，但他仍是弟子的徒儿。恳请师祖让我好生安葬他。都说了没有尸身，安葬什么？各位是说，师祖亲自动手杀了那魔域之人？对呀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才要来确认。娘，初回，娘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那个廖廷彦终于死了。初回，你可是看到什么了？方才我乘着白燕飞阁去了白鹿崖附近，师祖突然带着廖廷彦闯入，而且对他的态度那是极其凶残，还说这飞阁适合杀人。这飞阁不错啊，是个杀人的好地方。廖廷彦都吓傻了。本来我想替师祖动手，但师祖好像要亲手杀了他。竟是真的，我还以为是这司马娇哄骗我们。何必在这猜测呢？看一眼命灯便知真假了。掌门，掌门，廖廷彦弟子的命灯不知为何突然熄灭，魂魄也照不出来了。看来那魔域之人真的死了，竟连神魂一同灭了。可惜啊，没有廖廷彦作引，我们都不是师祖的对手。哎呀，他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这时候死。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先回吧。且慢，各位，师掌门还有所怀疑。诸位，师祖冲破封印那日，大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他是多么的护着那廖廷彦啊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怕什么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哎呦，他从小残暴，对谁都不例外。昨天会护着你，今天未必会护着你。这样吧，为了确保这魔域之人彻底被铲除，师某在此建议诸位再一次去白鹿崖。倘若这名魔域之人未死，当下
正是他以为骗过了我们，防备最松懈之时，此时如果查探气息，必能有所收获。师掌门说的倒是轻巧，敢问这庚辰仙府，有谁敢擅闯师祖所在之地呀？那就只有师掌门他来出面了。我愿替师掌门前去白鹿崖一探。好，袁公主，那你此行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掌门放心，要速速将此事通报给师祖。留步，袁公主。袁公主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涉险，师某带几个弟子和你一同前往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都听好了，只要入得白鹿崖，立刻搜寻那魔域之人的气息，一旦发现，就地擒拿。是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。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成功啦！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其实这里不是我家，也不是我熟悉的地方，还经常莫名其妙的惹来一些杀身之祸。还好有师祖你在，我才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安心的做一条咸鱼。快！那魔域之人的气息就在里面。师祖，师祖，这是？胆敢擅闯，难道你们也想尝尝尸骨无存的滋味吗？师祖息怒，弟子是察觉到那魔域间隙的气息尚有残留，担心您的安危，特来告知。既然你如此爱操持，来，把这里清理干净。是。房中只有这一样东西有廖廷言的气息，看来此人真被杀了。下回再敢擅闯，你这掌门也不必再做了。弟子知错，走。苍兰，你竟设计我，你去做了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何事了？我们再也回不了魔域了，
司马昭把廖廷烨杀了，尸骨无存，什么寒体什么内丹全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所有人亲耳听到司马昭说的，他也才发觉廖廷烨是魔域的人，所以杀了他。廖廷烨的命灯都灭了。司马昭曾多次救过廷烨，且出山后日日与他相处，情谊必有增无减，真会对他痛下杀手吗？姐姐，如今廖廷烨已经死了，或许我们该考虑从司马昭身上下手。不可，冒险在师祖眼皮子底下造次，只会葬送整个阴之宫。阴之宫与姐姐何干？姐姐不会是贪图公主之位，忘了母亲的遗愿，忘了族人还在等你带他们回家吧？放肆！公主，跟在师祖身边的那条黑蛇正在正殿求见。不见。你去回禀，说这就去见。是。父亲，司马昭残忍弑杀，廖廷烨不过是他一时图个乐子，杀了他也不足为奇。你还在担心什么？你说司马昭会不会已经知晓了我们要封印他的事情啊？不然他为什么不去青谷天赴宴呢？若是这司马昭不在意廖廷烨的话，不陪同他来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如若他知晓封印之事，想必应该早就发狂了呀。封印司马昭一事，一日未成，我这心里真的是不踏实啊。哎，赤焰城那边有没有消息啊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父亲放心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若琳，若琳，啊，不对不对，见过殷公主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廷烨是怎么回事？师祖不会真的杀了他吧？我们坐下说。来，若琳，我觉得廷烨他没死。真的吗？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我觉得师祖一定有法子让他活下来，只是不想让旁人知道廷烨的下落罢了。你的意思是廷烨他没在师祖身边？如此，我也便放心了些。可你毕竟是男子，不要三天两头往我这里跑，会惹人非议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请殷公主收我为徒。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，快起来！我没有胡闹。若琳，我若是成为了你的徒弟，我就有天天可以见到你的理由，别人就不能再说什么闲话了。所以，请你成为我的师父。你承袭的是师祖的灵力功法，我能教你什么？教我做人。你这不是胡闹是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你也知道，我刚化成人形不久，还有好多做人的道理要学，所以，你能不能成为我的师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有这个功夫，我大可以提升我自己的修为，何必要浪费时间教你？因为，我要是学有所成，我肯定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，你也可以利用我，得到自己想要的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记得呢，廷烨曾经说过，你拼尽全力坐上公主之位，就是有想要获得的力量，想要完成的事，以及想要实现的目标。这些，我都可以帮你实现。姐姐，他是司马昭身边的侍卫，你可要好好利用这枚棋子。你相信我。
好，那你随我来，我来告诉你，我想做之事。快点，起来！快点！这里的人都是当年仙魔大战时从魔域押回来的俘虏，他们几乎接触不到灵脉，全靠着刻在骨子里的魔族记忆修炼，所以他们是整个阴之宫修为最低的一群人。这里也是我长大的地方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明明都是已经归顺于仙府的子民，不该遭受阴之宫如此虐待。不会再有虐待了，我已经同长老们协商了许久，终于可以废除他们的奴籍，所以今天是他们这些人在杂役场最后的日子。陆离，你的过去一定很难过吧？孩子，你们要记住，日后不论多么艰难，一定要想尽办法带领族人返回故土。不过好在，你为你的族人做成了这么厉害的一件事。但是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若是回不到魔域，回不了家，那么在哪里生存下去都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带你来这里，是想告诉你，让我的族人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，这就是我心之所想。我会帮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你比人更加赤诚。真的吗？你这样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若你真心帮我，我对你自然也有相应的回报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愿意做你的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好，既然我已经是你的师傅了，我便赐你一个名字。好。你既是黑蛇，化成人形那日是29，那就便叫黑念九，如何？你竟然记得我化人的日子啊！这有何难记的？念九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你喜欢就好。师祖，啊，为什么他看上去好大一个？他伸过来的手也好大一只，简直像个巨人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变成石塔了？喂，为什么把我变成这样？快把我变回来！我的长腿美颜。不是我把你变成这样，
是你自己想变成这样。听你胡扯，大猪蹄子胡说八道！我给你吃了一枚唤醒丹，会让你变成你心里印象最深刻的样子。这水塔看着油光水滑的，手感一定很好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好的手感我自己摸不到，反而要便宜了司马胶？网络物哦！快帮我变回来！唤醒丹会让你保持这副样子3个月。能不能挪开你尊贵的手？我是个人，不是个抱枕，好吗？抱枕，能抱着入睡的枕头，此名甚好啊。为什么要给我吃唤醒丹啊？如今你在外人眼里已经死了啊！不然你迟早会死在狮泉旅那个老贼手里。他不是你的守护人吗？哼，他如今这副恭恭敬敬的模样，只是表象。所以你是为我好了，但是水塔也太过分了。我觉得很小学鸡。小学鸡不是这么用的。罢了。如果睡觉能提升修为，你定能称霸庚辰仙府。哪里来的小灵宠，幸得师祖这般亲切？师祖，弟子如今也有新的名字了，叫黑念九。好听好听，恭喜你啊，念九！哎，你这个嘤嘤怪在怪叫什么呀？与你何干？啊，有了名字还是那条笨蛇。师祖，您如此看重庭燕，应该没有真的把她杀了吧？我还没有告诉庭燕我的新名字呢。你若再查不出我交代你的事，我便也杀了你。师祖饶命，弟子已经找到那位姑娘了，是阴之宫的暗雪。弟子也问过若灵了，若灵说，她也好多天没有见过暗雪了，但是她的命灯还在，应该还未死，只是被藏起来了。不过我带了许多暗雪留在阴之宫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能够用得上的。既不洗魂，又不灭口，这不像是狮泉旅的风格。这暗雪到底有何特殊之处，竟让他如此大费周章？莫非是狮千旅看上了暗雪，对他别有用心？竟被你猜中了。狮千旅这个为老不尊的东西！蠢蛇，这是施真旭碰过的东西。啊！那原来是施真旭把暗雪藏了起来，他才是暗雪的情郎。你将这缕灵力打入暗雪的命灯之上，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是我们在找暗雪。是。说不定施真旭是狮泉旅的破绽。成了，星生灵火，成了。恭喜父亲，如今灵火已成，离我们的计划更近了一步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你快去赤焰城，催一下速度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司马娇，你时日不多了。这些事你便待在这里，待父亲大计圆满之后，我们便双宿双飞。我等你回来。我走了。
可知道司马娇到处在找你啊？甄旭还没给你行洗魂术法吧？弟子今日一定小心行事，绝不会被司马娇发现。很好。去吧。谢掌门。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不被发现。师祖，暗雪的命灯灭了，是被尸千缕杀了。看来，我们问不出什么消息。只要我想，死人也得给我活过来。师祖，还护着那杀你之人吗？我只是想与甄旭长相厮守，为何却容不下我？师祖想知道什么，暗雪知无不解，还请您替我报仇，杀了尸千缕。尸千缕与尸甄旭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尸甄旭去哪里了？试验城，寻找身后有火焰胎记之人。他寻找火焰胎记做什么？师祖，他难道就这么死了吗？他神魂尽碎，我的那道术法也只能让他留存片刻。这尸千缕下手也太狠了！我现在总算明白，师祖说尸甄旭是尸千缕的破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说来听听。明早就料到尸千缕对尸甄旭和暗雪之事心怀不满，所以故意放出我们在找暗雪的消息，就料到他一定会趁着不满和厌恶而杀了暗雪。当初您让我将您的灵力注入暗雪的命灯内，便就是等这一天。你倒是有点长进。师祖，这是庭燕的床。念九，你咋一副死了道友的表情啊？师祖，你不会真的杀了庭燕吧？哎，师祖，你快解释给他听啊！我不杀他，其他人也会杀他，迟早都要死。不如让他早点解脱。我不信，师祖不会杀了庭燕的。师祖一定是把庭燕保护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哼。不能让这家伙夺走了师祖的感情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只是我这样以后还怎么吃喝玩乐？我们去其他地方度假。哪里啊？比空中飞阁更好玩的地方？好玩，去了便知。虽然把我变成动物逮着我好，但终究是为了保护我。司马娇，算你还没有丧尽天良。这些傀儡人怎么了？故障了吗？这些傀儡人
都是尸圈里那老东西的眼睛。你这么淡定，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吧？会找些错漏之处给尸圈里，如何让他放松警惕？我们要离开多久啊？会不会被人发现啊？谅他们没胆子，敢再擅闯白鹿崖。师祖，弟子愚笨，不像庭燕那般懂得如何玩乐。不要提那已死之人。散播廖庭燕消息的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是之前三圣山的暗雪，他之前和庭燕就有过恩怨。他定是为了报复庭燕才散播的消息。不过他已经死了，什么消息也问不出来。司马娇，我看你还能猖狂多久？这赤焰城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庚辰仙府的外围是吗？没错，内围是各大家族的本家所在，都是些灵气充沛的修炼之地，而外围是那些附属的小家族组成的聚集地，多是庚辰仙府弟子的家族，世代繁衍而生，还有一些迁居过来寻求庇护的寻常百姓，所以在这里，大家的修为等级都很低。原来如此。哎呦，公子您可真有眼光！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市井烟火气了。你从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？算是吧，就感觉有点亲切。我们要在此地办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吃个够。好呀，好呀。好的。我在和他说。师祖对新来的家伙可真好。为何放在体内会被唤起某种感应？司马娇，我们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被真言之事搞得大出洋相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烦请你帮我解开？真的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那你可知错了？当初为何对我说好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顾虑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我就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如果连心里话都要被人听到，那活得多累啊！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。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
不要再惩罚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爱在荒漠开出新恋。你如果再敢用这种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交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谁害羞了？真因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，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因你转轻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，莫非患了他说的什么恋爱脑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。
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做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来。我怎么变成人形了？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娇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师祖别冲动啊！司马娇。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师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还是想说，你不是颜欢，你是你自己。殊途同归罢了。师祖，一般我醒过来，司马娇也会睁眼，这回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该不会是晕过去了吧？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？吓死我了！啊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才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小儿，小儿，母亲，师祖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个梦。师祖你不仅睡着了，竟还做梦了。哎，你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了那个女人。
别人见了我，无非是害怕、厌恶、讨好，但他对我，却像对待路边的花草树木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。这种简单的情绪，总令我觉得平静。明明如此弱小，他却依旧能时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高人，来接引我们去百凤山的人到了。拿着这个。哎，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待在这里。走走走走走。见过修士。老规矩，如果血脉之力比较纯粹，我们便给予你丰厚的赏赐；如果血脉之力不怎么样，这孩子你便带回去。是是是，规矩我是晓得的。儿啊，快给孩子咽下血，快！月儿，多谢。以前只你一个人去，现在怎么多了一个人啊？这是犬子，日后他要继承我的家业，所以迟早要让他见识一番。哎，高人，高人，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，你可千万别把账算到我们头上啊！我们就在此等候。规矩都懂吧？此地不可随意走动张望。就是这里了。无知小儿，竟敢冒犯灵山！灵山，这里也配叫灵山？怎么，你们严家是想反了不成？儿啊，不得无礼啊！我们老严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，容不得如此轻慢啊！罢了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你送他进去。这里还轮不着你吩咐。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吧！带我进去。这里有针对我们司马氏的阵法屏障，时间里防御的手段倒是做得不错。
后山一族的人，求求你杀了我们吧！他们最近加快了逼我们繁衍血脉的速度，就快大功告成，再使点劲儿！小心啊！出来了！我求求你杀了我们！我怎么可能杀自己的族人？我们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让痛苦结束在你手中，都好过流干血之后被他们吃掉。求你，求求你动手吧！求你！来，小心一点。求求你！我不愿看孩子活着受罪，我不想让他们把小孩带走。你怎么能狠得起这个心呢？难道要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像我们一样被当成畜生圈养吗？孩子我带走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样非人的日子，我是一点也不想过了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活在这样的炼狱里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快走！他们跟上，快点儿！走，快点，跟紧了。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我要喝粥，喝粥。给血。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？叔父说有了血就给粥喝，喝粥。给血，给血。叔父在哪儿？我要喝粥。告诉我叔父在哪儿。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凤山一族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每一位身上有着火影太极的孩子，都会被送来白凤山。走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凭你们也敢拦我？我们有针对司马一族的阵法加持，料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你以为你能救得了谁？他们的身体全都被下了禁制，一旦突破此处结界，全都会死。别跑！回来！停下！离开这里，你们会死！这样也好过，被当作畜生，被圈养吃掉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回来！
司马娇闯入了百凤山，他恐怕会将我们的心血毁掉。快去，告诉各宫公主，就说赤焰城传来求救的信息，司马娇疯了，火烧百凤山，欲屠赤焰城。是。枕须，你速在赤焰城放火，把这火势放得越大越好。就说是司马娇干的。司马娇，你找死啊！参见掌门。如今施家与各宫似是要捉拿司马娇，或许可借他们之手替我取司马娇性命。前往百凤山的事情，告诉八大宫了吗？回掌门，袁公主身体抱恙，无法前来。叶公主不知所踪，其他公主都已经准备好。如莲，石仙侣正在召集各大公主和长老，他们应该是发现了师祖的踪迹。如莲，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们，我这就回去禀告师祖。念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把消息告知司马娇。好，出发。各大宫和施家一同出手对付司马娇，这次或许是我和族人回到魔域的最好时机。看什么看？臭灰猫！哎，熊孩子！起火了，快跑！起火了？什么情况？我的孩子，我眼前的荣华富贵。烈日火海。啊，严老爷。我得赶快找到司马娇。
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下辈子娶个好人家。
这么快就来了。